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下草丛的画法。那草丛在花鸟画里面，它可以做一个很有趣的点缀哈。单纯画花不见得一定要画鸟哈，那画一些草丛在草地里面，在花卉里面穿梭也是很好玩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特地的去观察它，那万一画成左边这一只小强，那完全是失去了趣味，而且就觉得没有什么价值感，破坏了整张你辛苦画的花鸟画。那这两只我们用写实的方式去做写生，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两只是不一样的啊。那到底哪里不一样？有些人画一画就会变成这样子，那你怎么样去画出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去掌握它的特征嘛。第一个呢是我们看小强的部分，好，小强它的身体呢是一个比较扁的，那所以它的身体是从头部一直到尾部都是平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啊都是平的线哈，我可以看到它的外形上都是平的，那没有一个起伏。那它走路的时候是完全贴地的哈，所以它的腹部会贴着地上这样爬行，所以我们那个蟑螂药撒在地上，它爬过去就沾到肚子，然后就挂掉这样子。好，所以很扁。那但因为它很贴地，所以它的脚6只脚都往外就是好像趴在地上一样，都往外面这样子。好，所以这是小强的部分。那它的造型就是这个样子。那再来看一下它的触角，大概就是因为贴地的关系，它只能往两边，很少翘起来。所以第一个特征，它的身体并没有拱起来。第二个呢，它的脚外张，外张，所以呢，它就好像整只是趴在地上。再来，它的触须呢，第三个部分呢，触须是左右身体的两侧去跑，很少立起来，也有啦，但是大部分在爬行过程都是左右。好，那它的脚也没有弹跳力哈，那刺很多，抓到手，你把它抓在手上都很刺这样子。好，那因为它很贴地的关系，所以你在观察或者画它的时候，很少去画到腹部除非它翻身翻过来。那右边这只纺织娘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比较活力比较有活力哈。那有几个一样，我们就去注意一下，怎样把你的纺织娘画出来，不要去变成小强了哈。第一个呢，它距离地面有一定的空间所以它通常是站起来的，站起来。那站起来你可以看到这个脚就直立的它不是趴在地上。那这是第一个部分，它是站立的。好，那第二个特征呢，它头胸腹部分呢，非常的明显然后呢，它的头几乎是可以抬起来往前看的。好，那这么一来，它身体会拱起来，所以第二个部分最重要的是它会拱，会拱起来。第一个站立，第二个拱起来。那第三个，它非常一些草丛很大的一个特征都是有一只弹跳腿，弹跳用的腿很有力的后爪，包含从这里到这里会弹跳。那身体体长这个部分我们先没有讲的那么讲究再来它的脚掌会翘起来会有一个脚掌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拱一定要做出来，你的草丛才会有。然后弹跳腿这4个特征之外，第5个特征呢是它的触须触须通常是往上翘往上翘这样子的一个特征那三角头，那其他的细节的部分就因每一种草丛不一样所以呢看一下这边有一个盔甲，然后这个背有一个厚度，然后再来侧边，所以它是一个立体形状的所以我们假设来看的话，它是一个立体的，就是说有体积的这是背的厚度，然后这个身体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好，那通常呢，草丛还可以看到它的肚子，因为它已经离地了，所以第6个特征，它可以看到腹部。好，那这个腹部的描写呢，会让你的草丛很生动。好，所以小强
还有草丛啊、纺织娘，它们的差异哈，千万不要画成小强了，丑死哈，也让人家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你放在画面里面也失去了意义哈，也没有人会想要保留一幅画里面是画小强的，好，除非是要搞怪用的，不然没有人欣赏这样的一个画面。那草丛就不一样，它可以非常的点缀，有生趣啊，所以我们讲的叫做生命的趣味啊，生趣。好，所以呢，我们就准备要来画这样的一只草丛。好，我们现在开始来画草丛。这一幅小品，先调草绿色，然后蘸一点朱标、洋红。那这个是为了要做嫩枝的感觉。那我们从靠近的花朵的部分开始画哈，画比较大，然后枝拉下来，再沾藤黄、朱红，啊，用侧锋画出鸡冠花的一个外形。那鸡冠花呢，它有点像云朵的底部哈，所以我们在中间的部分再多画几笔，让它有多一点的层次，多运用侧锋，有飞白的感觉。那靠近根部呢，会有一些比较细小的那个花朵，再用墨红再一些皱褶的感觉把它做出来哈。然后点上一些墨红点让它有身体的颗粒感。这是一个很大写意的鸡冠花朵。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调点浓墨做根部的部分，再用浓淡墨我这里快转，然后画一些叶子。注意一定要有浓淡的表现，才会有趣味。好，那在花茎的部分有一些小芽，我们用深红色做一些小芽，再用淡墨画一个厚层的枝做2个层次的改变，然后伸出左边的一个横枝，准备来蘸一只草丛。好，那点缀一些红叶。好，最后呢，我们用勾线笔浓墨把叶脉给勾出来。这个部分我们做了一点快转因为这不是这一次课程的重点。画叶这也是一个基本功。好，那鸡冠花的部分画好了以后，我们就准备要来画丛哈。那这个颜色呢是草绿，再沾墨红。先把头部跟前颈部后背部，然后做一个侧锋。那这个是头部跟颈部的部分。那再沾草绿，侧锋画出背部的一个羽毛这个是它的翅膀，外骨骼以后的翅膀，身体可以长一点。再用草绿、朱红把腹部画上去。那交界的地方我点一些把它撞一些白粉，让它融合一下。用水把它融合。好，那这是身体的外形。那注意背部是拱起来的这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谈到。然后用浓墨勾线笔把身体的一些层次，还有翅膀的一些纹理脉纹把它画出来。它的背部有一点盔甲感那在这个脉的最后端，我们点一点点的浓点。再来，我们把触须用勾线笔画上，这个要很小心，要很细，又不能断。那往上顶。
像这里断掉就有点可惜。好，那我们也把腹部的结画上。接下来用浓的墨绿把第一节6只脚的第一个关节画上，然后呢，往前长出第一只脚，然后注意脚掌很明显。那第二只脚其实是往前往后都是可以的。好，那弹跳的这一条腿先把它的结构画好。好，那脚掌非常明显，再把它的非常强大的肌肉感，这个二头肌给它画出来。后面这一个故意往上的一个感觉，就会有把身体往上拱一种张力。好，后面的脚，那算起来总共这样5只，还少1只，再补1只。好，总共有6只脚这是昆虫。然后我们再把棒棒腿的空隙的颜色把它填上。那弹跳腿都会有一些刺，把这个刺给画上。接下来我们用石绿在前面比较外骨骼的部分给它做反光感，还有第一节，好，这是用石绿去把它做反光感，再用石绿侧锋，把翅膀也扫出一些反光的感觉，再用黄白把翅尾点上最后呢用白把气孔腹部的气孔点上。好，那这样就画好了一只草虫。好，这个是一个小品。